大家好，我是大伟。无论男女，只要你上了年纪以后，夜里面总是起夜的，一个晚上2到3次以上的，你就记住练一个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大腿内侧啊，这里我手指的位置，大腿内侧这个地方啊，古人把它称之为升阳线或者回阳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啊，这个大腿内侧这条线啊，直接是通达我们骨盆盆底肌的啊。强化大腿内侧这条线就是在强化我们的盆底肌，而盆底肌是什么呢？大家注意看这个小人，它的底在哪里啊？底部兜底的就是盆底肌，盆底肌只要一松了，你看上面里面的东西会不会往下掉？东西只要一往下掉以后，就会压到我们的一个储蓄带。你储蓄带只要一受压，那么你的夜料就多了，夜里面起夜次数变多，而且盆底肌松弛以后，对于我们整个内气是非常不利的啊。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叫做内气聚则全身有劲，人年龄越大越要去聚我们的一个内气，而盆底肌一松，我们整个内气就散开来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工具，专门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升阳线，让你阳气升，内气聚。好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同时记得如果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内容，就是这个夹腿器，你只要每天能做上100个，你的肾阳之气就会越来越足，身体也会越来越好。那么这个夹腿器它两侧是完全为了贴合我们大腿内侧皮肤而设计的，不会说你在夹腿的时候感觉大腿内侧膈应的慌。那么中间这个旋钮呢，它是调节阻力的，因为每个人的力量大小不同，所以我们通过中间这个旋钮就能够完美的配饰自身的一个力量。接下来我用这个夹腿器来给大家演示，教大家这个夹腿器应该怎么样去做。首先来教大家一下夹腿器如何放置我们放的点呢，要在膝盖内侧偏上方一点。你看，把夹腿器放好以后完美贴合，我们把我们的脚并拢在一起注意这里是我们的双脚并拢身子呢微微往前坐注意看我的椅子不能全部坐，要往前后面留一半，身体微微向前倾，双手叉腰，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姿势。你只有在这个姿势之下，你才能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我们的一个盆底肌，让我们带动着这个大腿内侧一直锻炼到我们的盆底肌。好，我们就这样把姿势做好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来开始夹。你看往内夹的时候夹到底以后保持住1到3秒钟，慢慢的松开，再来2、3，你看4、5、6。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最好能体会到什么呢？就是你在往内收紧的时候，你的盆底肌在往上提有一种往上提的感觉。这个感觉会随着你去做的时候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个小小的工具它的用处就来了，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找到你这个发力的感觉。你像我们很多朋友你说大腿内侧这个肌肉你怎么去练？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单独去锻炼它，但是这里呢，下通我们的小腿，上通我们的盆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呢，有了这个小玩意这个小工具，它就可以你在家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把我们的姿势摆好，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发力，然后小腹收紧就这样去做。每天你就这样做上一个100下因为边看电视边做嘛，你做的时候也不会感觉特别的累，但是呢，你的大腿根部包括我们的盆底会有一种发酸的感觉，发力的感觉就这样去做。一般40下到50下，咱们做一组，然后休息一会儿，再做一组，就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做完第一个动作以后，我再教你一个站直的动作依然是把它贴在我们大腿内侧偏上方一点，然后呢，我们脚尖要朝着正前方，然后它的这个腿的一个间距大家看和我的肩膀是差不多的，甚至微微略窄一点。好，我们做好这个姿势以后把小腹向内收，双手叉腰。注意看，这里重点来了我们腿夹要什么呢？往内夹，往内旋。你看我的腿部动作，1、2、3做的时候你的小腹要收从侧面看，你可以用手去触摸着你的臀部然后你看
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内侧、臀部、小腹啊3点啊都是往内收的啊，这个动作的好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不说嘛，你只要能做上一个100下，每天坚持，你都会发现你的肾阳之气啊，你的精力啊，好处啊是非常多的。你只要能坚持下来啊，你1个月、2个月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啊。我们就这样做，正面啊换个面给大家看啊，不同的面给大家看。你这个做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啊。它腿是这样分开的，我们做的时候是什么呢？微微的往上站直，同时啊，这个腿啊向内卷、向内收，然后臀部内收啊，小腹内收，3个点同时发力啊，就这样去做啊。做的时候依然不要快啊，我们做的时候要缓慢而匀速的，你看不能这样很快的去做，这样做就没有用了啊。缓慢卷进去，甚至到顶点的时候啊，保持一会儿，放松，再来收，放松。收，放松啊！收的时候记住了啊，3点，你看大腿内侧1点，小腹1点，臀部1点，3点合一啊，发力，收进去啊，做100下。那么就这样2个动作啊，你可以连接在一起做。如果你的体力好啊，早上去做站的这个姿势，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去做一个坐着姿势的练习。这2个啊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也把这个假腿器啊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有需要的啊，自己啊去获取。我是大伟，希望你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因为这个方法全部在这里，你也可以打开视频，每天跟着我啊一起去练。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只要过了45岁以后啊，你会发现我们的肾气啊开始往下走下坡路了，而且随之而来的你会发现晚上睡觉的这7、8个小时总是会起来1次、2次或者3次，每次起来以后啊，不仅要顶着外面的这些凉风、寒风，还要站在马桶面前啊酝酿好一会儿才出来这么一点点，然后没有办法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啊躺在床上睡觉。这一晚上2到3次会把我们的整个睡眠节奏给打乱，特别是起来以后啊，你会特别的难熬。那么这有没有一个方法呢？咱们说啊，手指上面大家可以做一个很小的动作，这个小动作的名字就叫做固筋钩，而这个固筋钩呢，就能把我们的肾宝宝的气啊往上去拎一拎，去冲一冲。你去做一做，你会发现，快的话今天晚上你能感觉到，慢的话3到7天啊。这个固筋钩是什么样一个动作呢？很简单，你看小拇指这么伸出来以后，像不像一个小钩子啊？古人常说啊，长钩小指，什么肾宝宝的气啊就足。所以呢，这个固筋钩也是由我们的小拇指演变而来。你看这么勾一勾，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的小拇指能不能勾得紧？一般来说，80%的人啊，他是能勾的比较的紧的，最起码不会一用劲就这么松掉，一用劲就这么松掉。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人啊，他是勾不住的。其实无论你是哪一种，咱们这个固筋钩的动作啊，每天都可以做一做，耗费时间不长，但是能给你带来很多的收益。固筋钩怎么做呢？很简单啊，咱们把小指勾在一起，像我这样，然后呢，把它放在胸口捏拳，怎么去捏？就这样去捏啊！你看，把它放在胸口，这样把拳头给攥好，攥上多少秒钟？大家数。攥上10秒钟，10秒钟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小拇指上面给你捏的胀胀的，因为它这里啊把它攥紧了，胀胀的啊，有些温度啊往上升，这些都是正常的。捏完以后，我们要把动作赶紧变成2式。什么叫2式呢？你看这样，做完了10秒以后，你看大拇指相对，大拇指相对了以后，形成一个什么循环？好。大拇指相对以后，我们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们的肩膀还要往上抬，手肘往上抬。你看，手肘往上一抬，小拇指的压力就增加了，你会发现小拇指就会紧紧的勾在一起，手肘往上略微抬一抬，大拇指要向前顶。你看，大拇指向前顶，像2头野牛一样往前撞啊，这么顶着，保持10秒钟，这个力量啊要始终去发。做完这一套动作以后，总共就20秒钟，你会验证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小拇指这一侧啊，温度上来了，热热乎乎的感觉很舒服。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重复一下刚刚做小钩子这个动作，拉一拉，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哎，拉的比刚刚更紧了。这个动作就教给大家，叫做固筋钩，长勾小指，我们肾宝宝的气啊就能往上冲一冲。
经常做一做啊，每天没事的时候做一做。你可以早上起来做一次，晚上做一次，每天做2次，一次也就20秒钟的时间。特别是晚上这7、8个小时起来1次、2次、3次的朋友们，更要把这个动作每天没事的时候做一做。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就是大伟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绝活动作。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把视频的小赞赞点起来，同时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也可以把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关注一下，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者是不传之秘，在大伟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只要过了40岁以后啊，你会发现大约1半以上的人啊都会有夜尿的习惯。这个夜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啊就感觉一股尿意来袭，然后没办法，夜里面就起身去厕所。而且呢，这个夜尿的习惯还会随着你年纪的增加啊，增加它的次数。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你今年40岁，一晚上可能只有1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了45岁以后啊，开始一晚上开始有2次了，然后到了50岁啊，到了60岁，一晚上有3次啊，就是它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个尿频的一个次数，你会被搞得非常的难受。因为啊，当你没有办法睡一个完整觉以后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啊影响是非常大的。有很多人会问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啊都会有夜尿的一个习惯呢？其实这不是习惯啊，我说一个简单的比方啊，大家都理解了。你会发现，无论你去上厕所，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我们都是做什么呢？啊，气往外啊，就是你是做一个什么呢？往外排的一个动作。如果我的手是肌肉，你看我们是做一个什么放啊，往外放的一个动作。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经常去做这个动作以后，我们下面的肌肉会变得怎么样？会变得松弛。那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啊，我们的气啊就开始往下走了，往下泄了。所以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养生动作叫什么？叫日搓古道100遍啊，然后呢，你的身体啊就会变得非常的好。我今天啊就来教给大家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如果说你已经开始有了夜尿的习惯了，你去做一做，它会很好的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呢，你只要坚持去做啊，就能让我们啊肾气变足，让我们的气啊往上去提一提啊，不容易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其实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要练第一个动作啊，叫做弹臀。弹臀是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啊，就是坐在板凳上面，然后呢，我全身上下都不动，用我的臀大肌的收缩，把我整个人啊弹起来。大家看啊，1、2、3、4啊，是不是？我整个身体啊都没有动。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全身上下都没有动，但是臀大肌的收缩，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把我们的人啊弹起来。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叫做弹臀。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随着我们这个弹臀的次数增加啊，我们的小腹啊也开始逐渐的参与，小腹会往内收。所以呢，我们先用弹臀去激活我们整个啊臀大肌，包括我们的盆底肌啊这些肌肉群体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先做上一个20下啊，热热身啊，就这样，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把身体啊，你看弹起来就可以了。20下做完以后啊，慢慢的休息一会儿，再来一组20下，好，我们就这样去做。好，做完2组以后，基本上你的整体的一个肌肉啊就被激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了，怎么做呢？双腿啊并拢，并拢以后呢，小腹内收。一样的和我们刚刚弹臀一样，只不过是动作它进行了一个改变，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臀部啊缓慢的啊往里面夹，把我们的人啊像做一个弹臀一样，你看提起来。在提的时候呢，双腿向内夹紧，小腹内收，包括你还得做一个什么呢？内在的提肛的动作，就是总体就是一个字，往上去提啊。你看啊，手可以放在我们的腿上，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小腹内啊，然后啊来夹紧1，好，吐气放松，2。在做的时候啊，你是要憋气的啊。好，吐气放松。3，吸气，到顶端憋气，吐气放松。4，吐气放松。大家别看啊，我做起来感觉很简单，实际上啊，大家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从弹臀开始，其实就已经是非常累了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的练习这2个动作，它就能深层的
把你里面的肌肉啊给它收得非常的紧，而且这个动作啊，无论是对于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去练啊，都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你可以一周啊做上一个3次，每天啊坚持这样练一练，每一组啊尽量做到什么呢？力竭，就是我去做我没有劲了，没有劲去做下一个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到位了啊。那么这个动作啊分享到这里，那还是那句话啊，在别人那里是秘密的动作，在我这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只希望大家关注我，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下企业。其实企业这2个字啊，对于40岁往上走的人群啊是一点都不陌生。在这个群体当中啊，有大量的人啊是一晚上都睡不着一个完整的觉，每天夜里面啊总要起来去上1次到2次的厕所，甚至啊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用我以前老师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人他分为2种劲，一种呢是外劲，外劲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拳头啊挥过来，或者我推你一下，这个劲啊叫做外劲。还有一种劲啊叫做内劲，内劲是什么呢？啊，就是人老了以后啊，他这个劲啊会往下沉，同时啊它里面这个劲啊会松。内劲啊就是绷住我们整个腹部的一种劲啊，所以呢，很多人一到年龄大了以后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其实都源于我们里面的内劲内气不足了。当你把这个劲啊能把它提出来或者把它绷住的时候，你晚上睡觉就不会出现啊说每天晚上睡觉还要起夜的这样的现象。今天我来教给大家一个提我们内劲啊，减少晚上起夜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珍贵，希望大家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一定要把这个内容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且呢，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内部劲绷足了啊，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那咱们讲啊，内劲它离不开气，而气呢，它离不开咱们的肌肉作为一个载体。所以呢，想要把这个内劲往上提，我们首先啊有3块肌肉非常重要，是腹部的一个深层肌肉叫腹横肌，大腿内侧的内收肌，以及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就是这3块肌群啊，你得把它粘合的在一起做功，它才能让我们的内劲啊变足。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要领啊。首先第一个啊，我站起来给大家演示，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双手啊放在我们臀部两侧，就像我这样放在臀部两侧，放好了以后呢，我们做一个什么呢？夹臀啊。臀部往内去夹去收啊，大家注意看啊，臀部往内去夹，此时你摸着的时候啊是硬邦邦的啊，像铁块一样硬啊，去反复去找这种感觉啊。夹的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呢？收腹啊，就是夹的时候腹部还要往内收，一边夹臀一边收腹啊，就这2个动作你得把它结合在一起。最后呢，找到这样的感觉啊，粘合起来的感觉，再加一个夹臀收腹吐气，具体的就是这样，你看。夹臀收腹吐气啊，坐着也一样的练啊，你看，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去吐上一个20下左右，你会逐渐的找到这个动作的规律。那咱们做起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效果，我们称之为弹臀效果。什么叫弹臀呢？就是即便我坐着不动，大家注意看我的头顶啊，你看1、2、3、4、5、6。7啊，我依然能让我的身子起伏起来啊，我腿也没有动，是哪里在动呢？就是我们的臀部啊，这个叫做弹臀啊。我们把夹臀收腹加吐气联合在一起，去把这个弹臀的动作给它完善一下。大家看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身体坐直，你看，来吐气，啊。没有做多少个，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你里面的劲啊一下子就绷起来了，会有一种气感在腹中啊，在这边绕啊，让你的腹部啊变得非常的紧，非常的深层的一种酸。这种酸啊，你像你平常去做一些卷腹啊，做一些运动，你是感受不到的。必须要通过这种方法去把这里面的气啊给它往上提起来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要点啊。首先，臀部往内去夹，收腹吐气，形成的效果呢就是一个弹臀的效果啊。我们把这3个动作联合在一起，再做10下，你看，啊，就这样去做。
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呢，我们每天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上一个3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2到3组，一定要让我们的腹部啊完全的绷起来啊，有一种往上提的一种感觉，有一种内劲在里面，这个动作的要求就达到了。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还有第二个动作非常的好，马上分享给大家。第二个动作呢是强化我们大腿的一个内收肌群。我们说啊，腿上有劲，肾气就足。那么腿上的一个精髓在哪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整个外侧，而是在于我们的内侧啊。所以这一块肌肉啊，内收肌群非常重要。怎么强化它呢？非常简单，双腿分开，手臂的外侧贴近大腿的内侧。大家注意看啊，把这个姿势摆好，侧面看一下啊。把这个姿势摆好啊，你看手呢就把它架在一起，用我们的大腿啊往内去夹，手呢使劲往外去撑，你看就这样保持住，去保持一个20秒钟到30秒钟的时间啊，然后呢到了20秒钟以后，慢慢的手上开始收一点力，把大腿使劲夹进去，好放，来第二个动作，好放。第三个动作，好放啊，就这样。这个动作的意思啊，就是先保持一个静态的发力20秒，然后呢，再开始持续的把大腿往内去夹，夹上一个6到8下，大腿内侧啊出现酸酸的、胀胀的感觉，这个动作啊就做到位了。每天我们做8下这个夹腿的动作，然后做上2组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整套动作粘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提我们内劲的一个方法。你只要坚持去做一小段时间，你会发现啊，不仅是腹部的内劲足了，液里面啊没有起液了，而且呢，整个人的肾气，包括说话的声音的一个洪亮程度啊，都会比原来啊提高不少。这个方法是非常宝贵的一套方法，所以大家看完以后啊，一定就要跟着练起来，并且把视频啊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收藏下来。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呢，记得关注一波，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啊，在我这里啊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咱们睡觉的时候最怕什么？就是第一个啊，夜里面起夜啊，第二个呢就是睡觉的时候盗汗。那起夜呢，常见于女性啊，女性比男性的多。为什么？因为女性她生完孩子以后啊，盆底肌啊这个无力啊，整个内脏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陷，压迫咱们的膀胱，造成了这个夜里面起夜变多。那我们之前有期视频有讲过啊，这个起夜多了，咱们可以啊练习盆底肌啊，增加或者保持住咱们腹腔的压力啊，可以改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盗汗，盗汗呢其实女性也是比男性要多啊，就是多见于更年期之后啊，咱们这个更年期来了，这个夜里面盗汗，对吧？汗流不止，那一觉起来以后啊，这个整个床啊都湿湿的，或者夜里面汗多了根本没法睡觉，这2个啊都是会影响咱们的睡眠的。今天我给大家啊介绍一个穴位，那这个穴位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改善我以上说的这些症状。这个穴位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阴溪穴啊。这个阴溪穴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掌横纹啊，就是腕横纹这边往下啊，大约一个拇指啊，就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阴溪穴呢，它是位于咱们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啊，它可以沟通咱们的心肾啊，也就是说，它对于盗汗啊，包括了对于调节咱们的膀胱啊，都是得到证实，会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所以，如果你有以上说的症状，每天咱们就按揉它。怎么按揉？这也是一个讲究啊。咱们把手啊定位到这个穴位啊，定位到这个穴位，其实很好找，因为咱们不是做针灸啊，没必要找那么准，一个大拇指就这么大，对不对？咱们就定位到，比如说这是掌横纹，咱们就定位到这儿啊。定位好以后啊，咱们这个手腕啊，给它弯，微微弯一点点啊，微弯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是我们的一个肌腱，如果说它肌腱顶起来的话，那咱们按起来的话，效果就不好了。那咱们就是要手腕弯一点点啊，弯一点点以后呢，咱们这个手啊，手指，因为我是演示啊，我们正常做的话，就可以放在咱们的这个腿上啊，去这样去做。那咱们手指啊定位上去以后，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些压揉，点进去。这为什么要点穴呢？一定要是你看啊，点进去，以后，你要感觉手下的肌腱啊，它没有阻挡你的这个手指，然后呢，
力量渗透进去以后啊，然后呢，渗透进去以后，微微的一个揉动，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微微酸的感觉，这种酸的感觉呢，咱们叫得气啊。那咱们试一下啊，揉进去，然后微微揉。你看我的这个拇指啊，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拇指呢，它是没有就你看我点进去以后，它没有动了很多，但是里面呢，我手下的力道是感觉到它已经是在揉了一个小圆圈啊。咱们就这样去揉，每天揉一个2分钟到3分钟啊，它就能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症状。你可以揉2只手啊，这只手揉完了以后啊，咱们再把这只手给做一下，一样的，你看，咱们手定位好啊，定位好。这个位置，这个是掌横纹啊，咱们往下一点点就可以了。定位好以后啊，咱们就开始揉啊。你看手按钮一点进去以后啊，立马就感觉有点酸酸的啊，手微弯曲一点，有点酸酸的。那咱们就开始微微的揉啊，这个力度啊要适中，也不要太大力啊，太大力会损伤咱们皮下的一些组织也不好，就适中啊。这个适中具体多少呢？要自己体会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耐受的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就揉2到3分钟啊，这样揉。那我们坚持这样去做，那就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盗汗啊，包含了这个睡觉起夜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个穴位啊，它是非常管用的。那么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看了这些视频以后啊，可以带来帮助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